大家好，我是拉拉的欧玛，咱们接着讲故事哈。接着上回说，该说朝鲜了。这个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，缺吃少穿还不自由的，你说中国人谁羡慕他呀？可是我们小时候不是这样的。我住的那个广播电台宿舍里，有一些朝鲜族的家庭。我们家楼上就有一户朝鲜族家庭，他们家有一个小男孩，记得呢，他老扒在那个楼梯上看着我们玩，一旦发现我们好像威胁到他了吧，就会大喊阿玛尼嘟呆呆，然后他奶奶就会出来咕噜咕噜滴噜咕噜的一串朝鲜话，吓得我们就四处逃窜。至今我也不明白这个嘟呆呆是什么意思，是不是说有歹人呢？我的同学里边也有朝鲜族的，我们去他们家玩哈，看见那个家里的都是一尘不染的，然后爷爷奶奶呢都穿那个朝鲜族的民族服装啊，穿那种裙子，穿的脚上穿的都是那种胶鞋，有一个鼓包的那种啊，特有意思。然后我们同学他们跟爷爷奶奶说话都是说的朝鲜语，嘀里咕噜的。我妈妈呢在新华社工作，文革前唯一的2次公派出国访问，都是去的北朝鲜，拍了好多照片。回来以后就跟我们讲，在朝鲜看了那个大型团体操表演，哎呀，场面不得了啊！然后整个那个背景就哗的一下就变了呀，不停的变呀。其实呢，就是那些学生坐的那个后边翻那个图，歘歘歘，但是中国人没见过，就感觉特别新鲜。后来中国不是也搞这个大型团体操了吗？就是跟朝鲜学的。文革中呢，有一个朝鲜歌剧《血海》来中国表演，是根据金日成的一个口述改编的，在人民大会堂演的啊，有电视直播，我也看了。说的是朝鲜反抗日本压迫的故事，女主是一个老年的女性，据说是以金日成他妈为原型的。场面宏大，演员众多，还有入戏之深呐，就声泪俱下那场面比比皆是。尤其是一提到那个金将军啊，然后男女老少全都捶胸顿足的哭啊，就把那中国人全给看呆了啊。虽然我们那时候也搞这个个人崇拜啊，但是呢，跟这朝鲜一比吧，就小巫见大巫了。我们家邻居阿姨就去了那个人民大会堂看现场，回来以后就跟我们那儿赞不绝口啊！哎呀，好看的不得了啊！说那个幕布啊都是纱的，好多层啊，布景，纱幕似真似幻的。朝鲜有个万景台歌舞团访华演出，也是大受追捧，因为他们那个舞蹈吧跳得特别齐，动作呀、表情啊都超夸张啊，跟咱们这边风格不一样。有一说一啊，人朝鲜民族确实是能歌善舞的民族。当然不光是朝鲜族了啊，这个总的来说，这个少数民族吧，在这方面都比汉族要强，能歌善舞。比如维吾尔族啊、蒙族啊、藏族啊、苗族啊、彝族啊、傣族，你就数吧。咱们这个汉民族吧，可能是受这儒教的影响束缚了啊，比较拘谨。这万景台歌舞团有一个舞蹈叫摘苹果，红极一时啊。当当当滴答当滴答答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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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当当当滴答，就这么一个旋律。然后中国那个文艺团体都竞相模仿。后来我们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班一帮女生排练那个一个舞蹈啊，也是朝鲜族舞，还去参加全校的那个汇演来的。
朝鲜电影呢也接踵而来，最出名的就是那个《卖花姑娘》，可以说家喻户晓。据说原唱也是金日成。剧情比较简单，就主打一个惨吧。女主花妮那么一家如何被地主欺负，小妹妹的眼睛呢还给烫瞎了，妈妈又在家里病着，花妮呢为了给妈妈治病就出去卖花儿。看的人吧，就泪流成河呀，真的是悲惨。这里面那插曲吧，后来也成流行歌曲了，人人都会唱。卖花来哟，卖花来哟，花儿香，花儿艳，卖花来哟，卖花来哟，要给妈妈还要钱。当时特别流行，可是后来我那铁磁小妹说，这歌他妈年轻的时候就会唱，是一首那个美国民谣改编的，叫《小小姑娘》，中文是这么唱的：小小姑娘，清早起床，提着花篮上市场，穿过大街，走过小巷，卖花卖花声声唱。这旋律是不是挺像的？是不是抄袭？大家自己判断哈。还有一个电影叫《鲜花盛开的村庄》，讲农村的故事。里面有个男的找对象，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胖姑娘，长得确实不好看，但是特别能干，一年能赚600公分。那男的不愿意，家长就说他：好看的脸蛋能长大米吗？后来呢，大家都把这个胖姑娘叫600公分，成了一梗了。还有那个我说过的那个电影摘苹果的时候，让我们看见人家那个农民下地穿着西服裙子，头上包着那个五颜六色的尼龙纱巾。那时候文革的时候，我们什么都没有的美，就特羡慕人家。还有一个朝鲜电影叫《金鸡和银鸡的命运》，就是一对双胞胎姐妹，阴错阳差的被分开了。小时候，后来长大以后呢，一个在北朝鲜当了演员，生活幸福；另一个在南朝鲜呢，就做了舞女，命运特别惨。看完这电影吧，你真觉得朝鲜是天堂，韩国是地狱。还有一些反特片哈。比如这个看不见的战线、原形毕露。这原形毕露里头呢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这个整容术，当时也挺新鲜的。就说有个南韩的女特务是有钱人家的小姐，一美女，她呢在打入北朝鲜之前呢，先整容了，为了让人认不出来她。记得呢，她有一个镜头，她摘下这个纱布以后，就看着自己那个镜子里的形象，特别鄙夷的说：“丫鬟的脸。”他呢，就以这个当年他们家佣人的这个身份打入这个北朝鲜，当然最后就原形毕露了，电影也就完了。总之呢，就好多这个朝鲜的这些电影影视作品呢，给我们当时留下挺深的印象。80年代初呢，我妈就又去朝鲜访问，这次回来没见什么照片儿，问她说感觉怎么样啊？一劲儿摇头，穷这样商品少得可怜，说老百姓除了泡菜没什么别的吃的。建筑吧倒是特气派比如他说在平壤参观了一个大的洗浴中心，就跟一个体育馆似的，然后那个人洗澡的人乌泱乌泱的，完了就在里头洗完了就在里边梳妆打扮弄上大半天。那老百姓吧肚子里也没什么油水，但是呢却享受那个豪华的洗澡堂。你说这俩事儿搁一块儿也挺黑色幽默的哈。后来呢才知道，原来我们看的那些朝鲜电影吧都是宣传，我们都受骗了。
要不说井底之蛙呢？我们曾经就是那个可怜的井底之蛙。中美建交以后呢，朝鲜就跟中国就翻脸了，说中共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，搞修正主义了，就跟当年中共批判苏共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他们就修改历史叙事，铲除关于志愿军的一切啊，砸这个志愿军的纪念塔呀、纪念碑啊什么的，也不提中朝两国鲜血凝成的友谊了，没中国什么事儿了。后来中国又跟韩国建交，中朝两国关系再度恶化，直到今天呢，双方都是利益当头，各打小算盘，分分合合啊。前一秒呢是座上宾，下一秒可能就翻脸了，这个一点都不用奇怪，因为历史嘛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目前看来呢，还会这么走下去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回见。